我是陈秋实。今天是1月31号，我今天要来拜访一个已经确诊了的病人。他们家有4个人确诊，有2个人已经住院了，而他自己一直没有等到床位。他84岁的母亲今天上午9点钟已经在家里去世了，现在是下午4点02分，还在等殡仪馆的车，还没有来。他从1月23号就已经确诊了，一直在等床位，等到现在还是没有。我们今天来拜访一下他。我们刚才试了一下，这个小区我们是进不去的。我们进不去这个小区，但是他们家经常会有社区的人来消毒。这些人看来已经完成消毒，现在出来在清理自己身上了。你好，我是秋实，现在是2月1号的中午。刚才那条视频呢是昨天拍摄的。首先呢，我得向大家道个歉。在1月30号那天呢，我做了一条非常情绪化的视频，因为那几天我是越来越近距离的去接触那些疑似的感染者，离死亡和疫情越来越近。再加上在我的后方，我的家庭也受到了来自公安的一些压力，我自己呢也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包括网络舆论的压力，导致我的精神状况不太好。那天呢，做了一个非常情绪化表达的一个视频。其实这是非常不专业的，因为作为新闻工作者，你应该时刻努力保持客观、理性、公正，你只管把事实呈现出来就好了，不要做太多的评判。而我本身是做演讲出身的，又想做新闻评论，所以我特别喜欢高声大气、情绪饱满的去表达，这是一种非常不专业的体现。在这儿呢，我向大家道歉，我今后会管理好我的情绪。那么来梳理一下在过去2天发生的事儿。1月30号我做了上一条视频以后呢，我决定还是要休息一下，给自己放个假，调整一下自己。所以从1月30号的中午到1月31号的中午，我就一直在床上躺着没出门。我开始尝试用电话连线的形式，通过网络来获取更多的信息，进行电话采访。我知道大家肯定是在国内的微博或者是一些论坛或者微信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些求助信息，他会写上我叫什么，我家里的哪个亲戚确诊了，确实排不到床位，哪个亲戚还得不到确诊，但是病很严重，希望社会关注，希望得到帮助，我是谁，电话号码、地址。我搜集了10多个这样的信息，然后依次给他们打电话，其中有8通是打通了的。在我打通了这8通电话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其中有2通是他们的家属已经及时的得到了治疗，已经办理了入院手续，在住院了，在隔离了。他们也不确定是不是通过这样子网上求助才获得的关注。总之是社区给他打电话了，说你可以去办住院了。还有4通是高度的疑似，他们呢很确定自己肺部已经感染，拍了片子，已经出现病变，呼吸也困难了，然后发烧好多天不退。他们跑了4、5家医院，但是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说我现在没有试剂盒，没有办法给你做确诊，也没有办法给你住院，因为就算确诊了，我也没有床位给你。所以这4户面对的情况就是高度疑似，没有办法确诊，只能在家里隔离。有的呢是比如说太太和婆婆一起隔离在一个地方，他们2个互相照顾；有的是呢丈夫直接自己隔离在卧室里，然后家人生活在客厅里，但是这样非常不方便，也非常危险。单独隔离在卧室其实是不安全的，但是没有办法，这是这4户的情况。还有2户就是已经被确诊了，但是依然排不到床位。刚才那个视频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梅先生，他就这样一个情况，他们一家4口全部被感染，妹妹和太太已经被隔离去住院了，但是他和84岁的老母亲一直在家里面隔离。他是1月23号就已经确诊，到现在已经1个星期的时间，还是没有排到床位。就在昨天上午9点钟，他84岁的老母亲已经病发死亡了。然后呢，我们是下午4点钟左右到了他所在的这个小区，他属于隔离状态，他下不了楼，我们也进不去。当然了，那个小区管理并不是很严格，我们是能够偷偷溜进去的，但是这是违反防疫法的，所以我肯定也不这么做，我也害怕，也不敢去那么近距离接触确诊病人。我们从下午4点等到下午5点，一直想尝试能不能等到那个殡仪馆的车来运送遗体的那个车，但是一直没有等到。所以像梅先生这种情况在武汉依旧是存在的。通过以上的这些视频和调查以后，我今天想给大家传递2个概念吧。第一个概念呢，叫做咱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是个俗语，它不是个真理，但是貌似还有点道理。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8名在网络上进行求助的人，我都会问他们同一个问题，说你发了求助信息以后，有没有媒体主动联系你啊？除了我以外。其中绝大多数都说没有媒体主动联系过他。有一户说我主动联系过媒体，但是呢人家好像也不太想报道我们，就算了。还有一户呢说楚天都市报和那个今日头条联系过我，没错，他这个求助信息我就是在今日头条上看到的。
还有2户那个已经住院、已经办理了入院、已经初步解决问题的这2户呢，他们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网上求助而解决的。其中1户说他太太跟什么湖北省纪检委有关系，把这个求助信息给投递到纪检委去了，然后他们迅速的得到了床位，但是他也不确定是不是通过这样一个渠道得到的。所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个道理吧，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这就为什么我一直鼓励中国人要努力的去表达，求助不一定有用，但是它总比那个不求助的要好那么一点儿。你中国人不要总躲在别人身后，想让别人替你来表达，你总得躲在镜头后面，你不敢吐露你的心声，那怎么让社会知道你的受到的不公平、你的冤屈？怎么让世界知道你的诉求呢？另外呢，昨天还有个奇怪的现象，这8户当中不是有2户已经初步解决问题，亲属已经去住院了，那6户没有吗？那6户没有被解决问题的，当然他们是很急切的想把他的故事、他的经历、他的遭遇告诉我，希望我来传递出去，希望这个引起社会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试剂盒啊、床位能够配给帮助他们的家人。而那2户已经得到解决的，他们却非常不想接受我的采访。我问你这问题解决没有问题，我们已经住院了。我说那可以聊一下这个情况吗？我们不接受采访。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家人已经住院的人就不愿意再接受采访了，就不愿意把这个情况告诉出来了。也许是他心里的石头已经落地了，他觉得没有必要了，也许是其他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吧。今天想跟大家说的第2个概念呢，就是一个法律概念，叫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对吧？证据是分不同的种类的。那什么是直接证据？举个例子哈，摄像头直接拍到张三去抢银行，这叫直接证据，直接证明他犯罪。什么是间接证据？比如张三的邻居李四，他说张三平时穷了吧唧的，现在突然就有钱了，可阔绰了，到处买，到处奢侈品购物，我就不知道他是钱从哪儿来的。这叫一个间接证据。张三突然有钱了，你不能认定张三就抢银行。但是如果有 A、B、C、D 若干个间接证据能够相互佐证、交叉印证的话，也就能够形成一个证据链条。这个证据链条最后也有可能会佐证张三抢银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拿出很多直接的证据。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体谅一件事情，我是真人出镜露脸实名在做视频，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是不可以随便去质疑中国官方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这个浅显的道理，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间接证据来形成证据链条。就比如说，昨天上午去世那名84岁的老母亲，她在家里面没有去到医院去死亡，而是在家里面死亡。那么她的名称是否会被统计到因为肺炎而死亡的数据当中？这是一个我在存疑的问题，因为我无法去验证她的死亡是否会列入每天增长的死亡病例。再有，我们之前看过走廊里有3具尸体那个视频，我去问了护士，护士说这视频是真的，但是那也不能怪我们呢，我们得等殡仪馆的车来拉这个尸体啊。那2天殡仪馆的车也跑不过来，殡仪馆的车跑不过来，这句话是护士亲口讲给我听的。我自己也2次在急诊室的里面和急诊室的走廊里看到过尸体，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昨天死亡的那个84岁的老妇人，她早晨9点钟死亡，下午1点钟，她的小儿子已经办好了死亡证明，然后给殡仪馆打电话，请殡仪馆来运送尸体。到晚上5点，殡仪馆的车还没有来。现在我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去跟梅先生确认殡仪馆车到底几点来，因为人家刚刚有丧母之痛，他自己还在家隔离。我觉得几点来已经不重要，至少下午1点钟打电话，晚上5点钟，殡仪馆的车还没有来。这些证据，间接的证据，似乎在印证着些什么？我们是成年人，我能够提供的就这些。探索真相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我是希望大家作为成年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你能够用你自己的逻辑去思考这些问题，哪些是可以相信的，哪些是不可以相信的。你相信一件事情是需要道理的，而不是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是真人出镜实名在做视频，我不可以把网上的一个传闻、一个照片、一个截图就拿来做证据讲给你听。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理性、认真、严谨的来看待这么一个惨痛的现实，这么一个悲惨的国难。好的。因为网上的这个谣言真的很多，就比如说至少我自己都能验证2个谣言。比如说前段时间在中国的朋友圈里天天在传日本向中国派出了100人的这个医疗队，但是外务省的人跟我说怎么可能？如果中国政府不发出邀约，或者日本政府发出那个请求，中国政府同意，人家这个医疗队是不可以直接过来的。然后美国的医疗队好像是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吧？
所以日本派出医疗队这是一个谣言。昨天网上还有一个小视频，那明显是假的。他拍了一个视频说：“哎呀，这是汉口殡仪馆里面的垃圾桶，10个垃圾桶全被裹尸袋装满了，你看里面黄色的全是裹尸袋。”这个绝对是假视频，因为传染病人的裹尸袋谁敢打开？打开它干嘛？把尸体送进焚尸炉烧掉，把裹尸袋扔到垃圾桶，那不是2次污染吗？所以传染病人的裹尸袋肯定是直接推进焚尸炉烧掉，不可能单独剥下来再放到垃圾桶里，这也是假视频。网络上的假视频、假消息真的太多了。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理性和冷静，用你的逻辑、用你的良知来分析这些信息。还是那句话，探索真相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不能一蹴而就。我陈秋实不是一个多么专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从江西赣州的水灾现场到香港的反送中事件，到现在，这只是我第3次到达新闻现场进行报道，我的经验和能力非常有限，我非常期待着能够和专业的新闻媒体合作，但是现在这个紧急状况下是没办法的。这几天但凡有这个海外媒体跟我连线，让我做连线，我都支持。我以前跟海外媒体连线，我都很有顾虑，因为有些媒体它确实是反华媒体嘛。以前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我都会提前跟一些老师商量，我说你那个媒体它政治立场怎么样啊？因为在中国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有可能会给你背上政治压力，你是不是跟海外媒体那个什么反华媒体来往太多？现在我一概不管，我没有时间去调查你到底什么媒体，什么德国之声、美国之声、朝日新闻电视台，我现在都有进行连线，瑞典的都有连线，我不管，我没时间调查你到底是干嘛的。我也希望海外媒体这会儿你把你的政治立场先放一放，因为海外媒体不可能跟中央电视台合作，央视记者不可能给他们直接连线的，他们能够联系到的前线记者为数不多，我算其中一个。当然，我是一个特别不专业的2把刀半路出家的一个小记者，但是只要你愿意连线我，我都愿意把真实的情况表现给你，表达给你。我的视频在 YouTube 上放着，你们随便用，不用再给我发信息问我版权的问题，没有版权，你们随便用。我的 YouTube 上里面的视频全都是我自己拍摄的，和我自己亲口说的。我说的每一句话，不是我亲眼看到的，就是医生、护士和当地人亲口讲给我听的。我不会跟你透露他的真实身份，因为我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承担良知上的责任，承担媒体人的职业道德的责任，同时我也承担我的法律责任。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视频，我会好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昨天我说我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胸闷、胸痛的问题，我也买了体温计，量了一下，昨天晚上是36.5度，今天是36.8度。当地医生呢劝我最好是去做一个 CT， 拍一下肺子的情况。因为有很多这个症状并不很明显，但一旦发病会很严重。这让我陷入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我在武汉被感染了，我不治吧，我会很危险；我去治疗吧，也确实是在消耗人家武汉为数不多的医疗资源。好在说这个疾病好像是对青年人、对年轻人的危害没有那么大。如果我被感染，我就努力靠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免疫，我扛过这一关，好吧？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管你是在天涯海角的哪个地方，不管你是做媒体的还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们总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我在这儿把我所见闻的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你在家里照顾好自己的家人，照顾好自己的同事，把正规的、正确的免疫知识传播出去。然后有条件的话，监督现在包括红十字会、包括湖北、包括中国政府的这些救治的方案，因为我们能看到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比如说那些病人都要跑4、5家医院，跑4、5家医院，每家都去挂号，每家都去问诊，每家甚至都要拍片子，得出的结果都差不多，都是没有试剂盒。其实本身也是一种重复咨询、重复治疗资源的浪费。在1月30号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说，那是中午的时候，我就说我很担心火神山工地上会发生工程事故，因为不同的团队在那么紧密和紧张的合作，难免会发生磕磕碰碰，我害怕会不会有人受伤。结果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这个斗殴的情况。我相信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一定是都想把事儿做好才会发生冲突。如果大家都消极怠工无所谓，那就打不起来。所以这一场战争并不像《亮剑》里面李云龙打平安县城一样，那么没人组织，但是很有秩序，有人负责围城，有人负责打援军，不是这样。这场仗里面大家各自为战，但是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混乱，整体的组织协调非常有问题，所以才有人在评价说，这如果真的是一场生物化学的战争的话，我们现在这种供给和保障程度，这场仗真的是很惨烈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我们都保持一个理性冷静的状态，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是秋实，我在武汉。